如果我告訴你，美軍現在同時在陸地、海面、水下、空中這4個領域，往每一個能想到的武器平台上硬塞高超音速這項技術，你會不會覺得這背後一定藏着什麼不能明說的秘密？如今，高超音速武器已經不是遙不可及的未来概念，而是现代戰爭的核心裝備，甚至已經普及到連紅海的胡塞武裝都有了這種高大上的裝備。目前世界上主流的高超音速武器基本都是火箭助推加滑翔、巡航的套路，光靠大型固体火箭把彈頭推到高速，再憑借滑翔啟動布局或是吸气式巡航完成遠距離突防打擊。這套打法雖然性能強悍，突防能力拉滿，但短板也特別明顯，造價貴，發射成本高，沒辦法大批量齊射，而且每次測試都要砸巨額經費，技術迭代速度基本趨向停滯。為了破解這些難題，美國陸軍走出了一條非常顛覆性的新路線：超遠程深管火炮搭配高超音速彈藥。簡單來說，就是用巨型火炮替代導彈的一級火箭助推器，靠炮管膛壓把彈藥懟出超高初速，再配合彈藥自帶的動力或是滑翔能力，實現幾百甚至上千公里的高超音速打擊。2026年8月，美國油馬實驗場完成了全球首次深管火炮發射全尺寸高超音速戰鬥部的實彈測試，炮彈出膛速度直接突破5馬赫。當然，火力軍得說明白，這次只解決了怎麼把彈頭從炮管完好打出去，後面幾百上千公里飛行的全部難題還沒有涉及。美軍這條技術路線布局很深，邏輯也很嚴謹，有專屬的技術優勢、完整的研發項目和清晰的迭代規劃。傳統高超導彈每發射1枚，配套的一級火箭助推器就徹底報廢，屬於純消耗品。但火炮不一樣，炮管可以反復發射幾百次，每次只需要消耗廉價的發射藥和彈藥本體，直接省去了最貴的火箭助推段。放到實戰裡，它能大幅降低遠程高超打擊的成本；放到研發測試裡，優勢就更明顯了。以前測試高超彈頭的結構強度、引信可靠性、撞擊毀傷效果，必須發射完整的高超導彈，一次測試幾千萬，流程複雜，審批嚴苛，1年根本測不了幾次。現在用巨型火炮試驗台，隨時能把完整的高超彈頭加速到5馬赫以上，完美模擬末端打擊工況，不僅單次成本極低，還能高頻次批量試錯，直接加快技術迭代速度。其實，不管是美軍現在的 IORHW 暗鷹陸基高超導彈，還是海軍 CPS 海基高超導彈，都有一個共同短板：發射單元數量有限，需要長時間裝填、檢修、校準，沒辦法短時間打出密集火力，只能少量單點打擊。但火炮天生就適合連續射擊，優化後的超遠程火炮，短短幾分鐘就能連續發射多枚高超音速彈藥，朝着敵方縱深目標發起飽和打擊。這種高密度的高超火力，能從多個方向同時突破敵方防空反导體系，從而提升突防的成功率。而且火炮結構簡單，故障率低，持續作戰能力比精密的高超導彈發射系統靠譜。現代戰場上很多高價值目標都是動態的，稍不留意就會轉移，所以武器的響應速度必須要快。但是傳統高超導彈發射前要完成系統自檢、彈道解算、助推器激活等一系列複雜步驟，而超遠程火炮操作簡單，發射流程極簡，接到打擊指令後幾分鐘內就能完成發射，不需要複雜的前置準備，真正做到發現即可打擊，專門克制各類轉瞬即逝的目標。美軍研發這套炮射高超技術，不只是為了陸基巨型火炮，未來還可以經過小型化、輕量化改進，完全能適配大口径艦炮、車載重型火炮等各類平台，相當於讓普通火炮也擁有了中程戰略打擊能力。傳統彈道導彈是固定拋物線軌跡，預警系統能進行預判，提前攔截。普通巡航導彈速度慢，飛行軌跡死板，很容易被防空系統鎖定擊落。而炮射高超彈藥，出膛速度就能達到5馬赫以上，搭配高空滑翔、機動變軌能力，飛行軌跡完全不固定，對手的雷達根本無法預判打擊路線，攔截難度直接翻倍。這套技術並不是美軍的紙上概念，而是有完整立項、真實硬件、清晰迭代過程的研发體系。目前核心有2個項目 ：SLRC 超級遠程火炮、HATS 火炮測試平台。2個項目分工明確，共同構成了美軍炮射高超的完整技術鏈條。SLRC 是美軍最早最核心的炮射高超實戰項目，2017年由美國陸軍正式立項，定位是替代部分中程彈道導彈，打造一款超遠程戰略火炮。它的參數放在當時的背景下，完全是顛覆性的。330毫米口徑、36米長的超長炮管，最大設計射程高達1600至1850公里，
直接把傳統火炮幾十幾百公里的射程拉升到了中程導彈的級別。美軍原本規劃了2套彈藥方案，主力方案是火炮高初速加固體火箭助推加高超滑翔。簡單來說就是火炮先把彈藥打出超高速度，出膛後彈藥點燃小型火箭，繼續加速到5馬赫以上，進入臨近空間滑翔機動，然後精準打擊敵方縱深核心目標。遠期方案則是研發炮射衝壓高超彈藥，靠吸气式動力實現持續高超巡航。按照美軍的最初設想，這款超級火炮可以前沿部署，靠着低成本、高密度的高超火力，撕破對手的反介入防禦體系，緊接着打擊導彈陣地、港口、機場、指揮中心等高價值目標，彌補高超導彈造價高、數量少的短板。但敵想很豐滿，現實的工程難題卻沒有辦法破解。首先，炮體尺寸、重量過於誇張，完全沒辦法野戰機動，戰場生存能力極差。其次，為了打出超遠射程，膛壓和初速拉到極致，炮管燒蝕磨損非常嚴重，使用壽命直接暴跌，後勤維護壓力巨大。最致命的難點還是過載問題，火炮發射瞬間，彈藥要承受1萬到3萬級的極端衝擊，是普通導彈元器件的數百倍。制導芯片、衛星組件、電子引信、炸藥裝藥，在這種極端衝擊下極易損毀、造炸，可靠性始終無法達標。多重死局疊加，2022年美國國會直接砍掉預算，SLRC 這款實戰超級火炮項目正式下馬。雖然 SLRC 這個項目下馬了，但是美軍並沒有徹底放棄炮射高超路線。美軍依舊保留了全部硬件設備，把這款巨型火炮改造為固定式地面試驗台，命名為 HATS 重型火炮測試系統。它不再追求戰場部署、實戰打擊，轉而成為美軍全軍高超音速武器的通用測試平台。簡單說 ，HATS 的核心作用就是低成本模擬高超彈頭打擊場景，高頻次、低成本試錯，為美軍 LRHW 陸基高超、CPS 海基高超等所有高超項目服務。火力軍前面說的2026年有馬試驗場的關鍵測試，就是在 HATS 平台上完成的。這次測試成功把帶真實裝藥的全尺寸高超音速戰鬥部，以5馬赫以上的速度打出炮管，彈藥扛住了1萬級過載，彈體不解體，引信不早炸，最後精準撞擊靶標，可靠起爆。這次測試直接打通了炮射高超最核心的原理瓶頸，證明了高超彈頭能扛住火炮極端的膛內衝擊。但是它只解決了能不能打出去、能不能撞得上的問題，還沒有測試火箭點火、高空長距離滑翔、機動變軌、長時間抗熱防護等核心作戰能力，距離實戰化炮射高超武器還有着非常大的距離。所以火力軍來總結一下，現在這套技術的基本屬於基礎原理完全可行，核心技術已經突破，但實戰化、工程化短板非常突出，整體還處於技術儲備成熟、落地遙遙無期的階段。因為炮射高超武器這條技術路線從來不是行或不行的2選1，哪些難關已經拿下，哪些坑還埋在前面，美軍自己心裡比誰都清楚。我們先看一下目前已經突破的核心技術。第一，攻克了超高過載適配難題。美軍通過元器件灌封加固、高強度一體化彈體、彈托緩衝防護、抗衝擊引信設計，讓精密電子設備和裝藥系統能扛住1萬級的極端衝擊，解決了炮射高超的最大卡點。第二，穩定實現高超音速初速。HATS 平台可以穩定將全尺寸高超彈頭加速至5馬赫以上，完美複刻高超武器末端打擊環境，具備常態化測試能力。第三，完整技術體系成型，美軍已經吃透了炮射高超彈藥的內彈道匹配、高速氣动設計、熱防護、抗過載集成等全套技術，積累了海量實彈數據。第四，搭建了低成本測試體系。HATS 已經正式介入美軍高超武器研發鏈路，替代了大量昂貴的導彈試飛，大幅降低了全軍高超技術的迭代成本。但是我們必須也承認，這套路線至今還有無法解決的致命短板。首先，沒有完整作戰彈道驗證，所有測試都是短距離直接撞擊，並沒有完成炮口加速、火箭助推點火、高空長距離滑翔、機動變軌、遠程精確打擊的全流程試驗。其次，沒有可用的實戰平台。HATS 是固定地面試驗台，沒有進行機動部署，目前沒有任何能上戰場的炮射高超發射平台。再者，彈藥性能取捨矛盾無解，為了扛住極端過載，彈體必須大幅加固簡化結構，這樣就會擠壓戰鬥部燃料制導設備的空間，直接導致彈藥威力、續航、機動性大幅縮水，實戰性價也會降低。最後，火炮本體工程缺陷無法根治，超高膛壓、超高初速必然帶來極致的炮管燒蝕問題，無論怎麼優化材料和發射藥，都無法同時兼顧射程、速度和炮管壽命，根本不適合規模化戰場部署。整體來說，這條技術路線理論能行，測試能做，打仗不行，
短期內完全無法替代成熟的火箭助推高超音速導彈。聊完炮射高超武器的細節，火力軍發現了一個很疑惑的現象：美軍對高超音速武器的布局已經做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海軍改造朱姆沃爾特驅逐艦，拆掉雞肋的遠裝艦炮，加裝大型垂發，適配 CPS 高超導彈，讓隱身戰艦變身海基高超打擊平台。弗吉尼亞級 Block V 核潛艇加裝 NMM 載荷模塊，從深海芥末發射潛射高超導彈，實現隱蔽突襲。陸軍有 IOR-HW 暗鷹陸基高超導彈，空軍在研究 HSM 吸氣式高超巡航導彈，就連本該下馬的項目都想方設法留一口氣。哪怕無數項目延期、超支、失敗、下馬，美軍依舊堅持多賽道並行、廣撒網試錯，絕不放棄任何一條技術路線。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迫使美軍在各種裝備上瘋狂 all in 高超音速？過去幾十年，美軍的遠程打擊全靠兩大底牌：戰斧亞音速巡航導彈和航母艦載機。但放到現在的大國對抗環境裡，這套體系的漏洞已經被無限放大。戰斧導彈速度慢，軌跡固定，現代防空系統輕鬆就能攔截。航母艦載機受航程限制，必須抵近敵方防禦圈才能作戰。如此一來，昂貴的航母平台就會直接暴露在敵方遠程反艦火力的打擊範圍內，風險極高。傳統彈道導彈雖然速度快，但軌跡固定，可預判攔截，突防能力早已跟不上時代。而高超音速武器5馬赫以上的飛行速度，臨近空間滑翔軌跡，全程機動變軌的能力，剛好補齊了所有短板，能輕鬆突破現有防空反導體系。並且高超音速從來不是單一武器技術，而是一整套高端軍工生態，涵蓋耐高溫複合材料、超燃冲压發動機、抗超高過載精密芯片、臨近空間氣動、黑障通信、智能制導控制等頂尖技術。美軍多線並行研發，不只是為了造幾款先進導彈，而是為了持續迭代高端技術，留住核心研發團隊，維持風洞、靶場、試驗台等核心基礎設施，守住整條高端軍工產業鏈的優勢。畢竟在大國競爭中，技術空白比項目失敗更可怕。哪怕部分路線短期內無法實戰化，美軍也不能放棄。一旦徹底停研，人才、技術、工藝會快速流失，未來再想追趕，就要付出數倍的時間和資金成本。說到底，美軍這種打法賭的從來不是某一款武器能不能打贏下一場戰爭，而是能不能在下一場技術軍備競賽開始之前就把牌桌上的位置占住。炮射高超也好， CPS 上艦也好，暗鷹陸基部署也好，只要留下一個能打通全流程，能形成實戰能力，前面砸進去的錢和時間就都值了。這是為什麼哪怕 SLRC 下馬了，硬件也要留着改造成 HATS 繼續測，哪怕 ARW 屢次試射失敗，經費也要想辦法續上。因為對美軍來說，保留一條路線活着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投資。那麼你覺得在陸海空水下4條線裡，哪一款高超音速武器最有可能第一個真正形成戰鬥力？歡迎在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